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是衡量一国物价水平变动与通货膨胀率的重要经济指标。它通过对一篮子消费品和服务的价格进行跟踪，来反映出居民消费价格的平均变动。这个指标不仅影响着政府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也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钱包。那么，哪个国家首先使用了 CPI 呢？美国是最早采用和发展 CPI 的国家之一。早在1919年就开始计算 CPI， 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战后经济中物价的变动，及其对工资、租金和生活成本的影响。CPI 的引入帮助政府和经济学家分析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趋势，从而制定相应的经济政策。CPI 的计算涵盖了广泛的商品和服务类别，包括食品、住房、服装、交通和医疗保健等，几乎触及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这种全面的覆盖范围使得 CPI 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健康状况的重要指标。通过 CPI， 政府可以调整最低工资标准，企业可以制定价格策略，而个人消费者则可以更好地规划自己的财务和消费。然而 ，CPI 的计算和解读并非无争议。批评者指出 ，CPI 可能无法准确反映所有消费者的实际经验，特别是因为价格变化对不同收入群体的影响差异较大。此外，随着消费模式的变化和新技术的出现 ，CPI 的篮子也需要不断更新，以保持其相关性。大家好，我们是一个充满热情的初创团队，致力于创作精彩的视频内容。我们真诚地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和鼓励。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请不吝点赞和订阅，这样可以帮助我们的内容更好地适应 YouTube 的推荐算法，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作品。同时，我们非常欢迎您在评论区留下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无论是喜欢、不喜欢，或是其他任何想法。您的每一次互动对我们都至关重要。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在探讨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的全球应用时，我们不得不提到美国。作为最早采用 CPI 的国家之一，其在实施该政策时的经济背景和细节对今天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美国的例子展示了 CPI 如何成为一个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关键工具，以及它是如何帮助政府应对经济波动和通货膨胀的。20世纪初，美国经历了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伴随而来的是物价水平的波动。1919年，美国政府开始计算 CPI， 最初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复苏过程中出现的工资和物价上涨问题。通过监测不同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政府希望能够更准确地评估物价上涨对普通消费者的实际影响，从而在必要时调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稳定经济。随后的几十年，美国经历了多次经济危机和繁荣周期 ，CPI 的作用愈发显著。以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和随后的通货膨胀为例，这一时期美国的 CPI 年增率一度超过了10%，这对于家庭收入、购买力以及整体经济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政府和联邦储备系统 Fed 依靠 CPI 的数据来制定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提高利率以抑制通货膨胀。虽然这些政策在短期内导致了经济增长放缓，甚至是失业率的上升，但从长远来看，却成功地控制了物价水平，恢复了经济的稳定性。CPI 不仅影响着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也直接关系到每个美国人的生活。例如，社会安全金、养老金等政府支付的福利，其调整通常与 CPI 挂钩。这意味着，如果 CPI 上升，这些福利支付也会相应增加，以帮助受益人抵御物价上涨的影响。此外，许多雇主也会参考 CPI 来调整员工的工资，确保员工的购买力不会因为通货膨胀而下降。美国的经验还展示了 CPI 在政策制定中的一些挑战和局限性。例如 ，CPI 无法完全反映新技术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变化，也可能忽略某些地区或人群的特定消费模式。为了应对这些问题，美国统计局不断调整和更新 CPI 的计算方法和篮子组成，以提高其准确性和相关性。通过美国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 CPI 对于理解和应对经济变化的重要性。无论是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还是在指导个人和企业的经济决策中， CPI 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尽管存在挑战和局限，但通过不断的改进和调整
CPI 仍然是全球许多国家用来衡量物价水平或通货膨胀的关键工具。实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政策后，美国的经济管理和政策制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随着 CPI 成为衡量经济状况的关键指标之一，政府和中央银行能够更加精准地监控通货膨胀水平，从而采取相应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维持经济的稳定增长。CPI 的广泛应用不仅影响了政策制定者的决策过程，也深刻改变了普通民众的生活和经济预期。在经历了1970年代的高通胀时期后，美国政府开始更加重视 CPI 作为经济政策制定的依据，通过调整利率来控制货币供应量，联邦储备系统 Fed 能够有效地抑制或刺激经济活动，以应对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的风险。CPI 的准确反应使得这些政策调整更加及时和有效，帮助美国经济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实现了相对稳定的增长，避免了极端的经济波动情况。此外， CPI 的应用也促进了税收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的调整。为了保护低收入家庭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政府将某些税收门槛和社会福利标准与 CPI 挂钩，确保它们随着物价水平的变化而自动调整。这些政策的实施有效提高了社会福利体系的适应性和公平性，减轻了物价上涨对弱势群体的冲击。在企业层面， CPI 的数据也被广泛用于薪酬设计和长期投资决策中。公司可以根据 CPI 的变化来调整员工的工资，以确保其购买力不受通货膨胀的侵蚀。同时，通过分析 CPI 数据，企业能够更好地预测未来的经济趋势，做出更为合理的投资和定价决策，从而提高其在市场中的竞争力。然而， CPI 政策的实施也面临着挑战和批评。一方面， CPI 可能无法完全捕捉到消费者行为的变化和新兴商品的价格动态，导致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被高估或低估。另一方面， CPI 的计算方法和篮子的构成也时常受到争议。不同群体对于哪些商品和服务应该被纳入 CPI 篮子有着不同的看法。这些问题促使政府和统计机构不断探索更加精确和全面的物价指数计算方法，以更准确地反映经济实际情况。总之，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的实施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经济的稳定发展，提高了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尽管面临诸多挑战， CPI 作为衡量经济健康的关键工具，其在经济分析和政策制定中的作用不容忽视。随着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和数据手及技术的进步， CPI 的计算和应用将继续演化，以更好地服务于经济政策制定和社会发展需要。亲爱的朋友们，非常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我们在 YouTube 社区发起了一个投票，希望听听你们的声音。这是一个展现我们共同价值观的绝佳机会。请来表达你的看法，让我们一起探讨和分享。你可以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找到投票的置顶链接，期待你的参与。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的成功应用，在美国不仅对该国经济政策制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借鉴。随着全球化的加深，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认识到 CPI 在监控通货膨胀、制定经济政策以及维护经济稳定中的重要作用。不同国家根据自身的经济特点和需求，采纳并调整了 CPI 的计算方法，使其成为全球经济管理的共同语言。例如，欧洲联盟 EU 采用的协和消费者物价指数 HICP 就是一种特殊的 CPI， 旨在提供一种统一的通货膨胀衡量方法，以促进成员国之间的经济政策协调。HICP 的制定和应用有助于欧洲央行 ECB 实施单一货币政策，通过控制通货膨胀率来维护整个欧元区的价格稳定。这一指数的应用展示了 CPI 在跨国经济体中的适用性和重要性。在亚洲，日本是另一个 CPI 应用的典型例子。面对长期的经济停滞和通货紧缩问题，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密切监控 CPI 数据，以此为依据采取量化宽松政策和负利率政策等非传统措施，试图刺激经济增长并推动物价上涨。通过精细化的 CPI 监控和政策调整，日本力图打破通货紧缩的循环，激发经济活力。发展中国家也在逐步提高 CPI 的应用和分析能力。例如，印度对其 CPI 进行了重大改革，
以更准确地反映消费者的实际消费模式和价格变动。这些改革包括扩大商品和服务的覆盖范围、更新消费者篮子的组成，以及改进数据收集和处理方法。通过这些努力，印度政府希望能够更有效地监控和控制通货膨胀，同时为政策制定提供更可靠的数据支持。在非洲，南非利用 CPI 来调整其货币政策，以应对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南非央行密切关注 CPI 数据，作为调整基准利率的主要依据之一，旨在控制通货膨胀率，保持货币价值的稳定。通过 CPI 的应用，南非不仅能够保护消费者的购买力，也为国家经济的稳定增长奠定了基础。CPI 的全球应用说明了它作为经济指标的普遍重要性和实用价值。不同国家和地区根据自身的特点和需求，调整和优化 CPI 的计算方法和应用策略，体现了 CPI 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灵活性和适应性。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 CPI 将继续发挥其在监测通货膨胀、引导政策制定和促进国际经济协调中的关键作用。总而言之，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不仅在美国，也在世界各国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不断的国际交流和合作，以及技术和方法论的进步， CPI 的计算和应用正变得更加精确和有意义，为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持。在未来， CPI 将继续作为衡量经济健康和引导政策制定的重要工具，促进全球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繁荣。